等等，你辞掉教师工作了，可是当老师不是你的梦想吗？曾经是。我原本以为我会用一生帮助学生学习，启发他们，改变他们的人生。可是到最后，我却在拼命追赶一切中，把自己耗尽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教书确实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帮助学生第一次真正理解一个知识点，看着他们慢慢建立信心。尤其是当学生对你说：“老师，我懂了。”那一刻，真的觉得一切都值得。那也是我成为老师的原因。可是随着时间过去，这份工作变了。怎么变了？我以为学校聘请我是来教书的，但后来教学只变成工作里很小的一部分。我变成了辅导员、纪律管理员、活动策划员、社工，而且除此之外，还有大量行政工作，无止境的表格、报告、会议，还有沉重的批改负担，一叠又一叠永远改不完的作业。成绩方面也有压力吗？有，因为老师必须为学生成绩负责，学校会被排名，成绩会被追踪，所以每一次考试周期都像是一场高压战役。当学生成绩不好，受影响的不只是他们，也会反映在老师身上。这种压力是持续不断的，听起来已经很辛苦了。而且还不止这些，因为我还会在课后留下来帮助学生。放学后，我常常留下，帮基础比较弱的学生额外辅导，重新讲解概念，慢慢分析错误，尽力帮助他们跟上进度。因为我在乎他们，我是真的在乎。但现实是，时间永远不够，根本没办法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。有些学生需要更多关注，但我给不了。而我自己也知道，那才是最难受的地方。所以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够？对，这种感觉一直跟着我。不管我付出多少，永远还有另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，还有下一班课，还有下一叠作业，还有下一个期限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感到无力，因为我想帮助每个人，但我根本做不到。那一定很痛苦。我每天回家时都会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多？即使我已经把自己全部都给出去了。那时候你还喜欢教书吗？学生依然是这份工作最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他们进步，看到他们一点一点突破，那些时刻仍然很珍贵。但是，学校环境让我越来越喘不过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压力只会不断累积。有些学生需要情绪支持，有些学生对学习没有动力，有些学生默默承受问题，而老师必须处理这一切。然后还有家长，永远不断的期待，不断的要求更新。那你不能休息一下吗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实际上很难。如果你在学期中请假，工作只会越积越多，同事还得帮你分担职责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离开的？当初参加教师培训时，我签了3年的服务合约。我告诉自己，给自己3年时间，决定到底要留下还是离开。那3年后呢？完成3年合约后，我离开了学校。我离开不是因为我讨厌教学，而是因为学校环境慢慢把我压垮了。所以你后来做私人补习？对，我后来明白了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不喜欢教书，我只是被学校环境弄得精疲力尽。那做私人补习比较好吗？很多方面来说，是的。我终于可以重新专注在教学本身，没有行政工作，没有大量批改，没有会议，没有来自4面8方的压力，只有我和学生。那让我重新想起我为什么想当老师。可是，你不会怀念在学校教书的日子吗？
我会。我怀念和同事之间的情谊，一起合作，一起备课，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是某个更大团队的一部分。我也怀念看着学生成长好多年，不只是帮助他们考试，而是看着他们慢慢长大成人。那种长期陪伴的过程很有意义。我也怀念那套支持系统、专业培训、进修课程、稳定薪水。所以也不全是坏事。对，学校教学有意义，也有完善的制度和相应的支持。但与此同时，那种不断累积的压力是我无法接受的。那你后悔离开吗？不后悔，但我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。我确实怀念其中一些部分。现在我依然在教书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。所以，其实你从未真正离开过教师这个身份。希望你能一直以这样的方式，幸福而快乐地做一名老师。